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相信一直有在 follow 我的 Facebook page 的朋友啊，都知道我的这辆 Proton Satrian Neo 呢，最近 dashboard 上面啊装了多几粒表啊，然后那几粒表又有什么功能呢？今天就来跟大家讲解一下啦。当然，看到我身边这一辆 Proton X50嘛，就是之前啊我去Sepang跑 Track Day 的时候遇到的那一辆啊。如果没有看过那一集影片的话，都可以点击我影片右上角的这个 link 过去看一下啦。你们很多人在那一部影片想要看到我 review 这一台车，试驾这一台车，那今天我也会把这一台车开上路试驾给你们看啊。OK， 现在你们其实应该看不太出有什么样的差别，但是其实哦，在 bumper 的里面啊，已经多了一个 engine oil cooler 啦。它的实际作用呢，其实不是为了美观啊，它的实际作用就是为了我们在跑 track day 的时候，因为是长时间的把那辆车保持在一个高转的情况哦，引擎油一旦过热的话呢，它就会变稀 ，oil pressure 就会不够，那引擎可能就会坏掉。所以为了避免那一种情况呢，装一个 oil cooler， 我觉得这个是跑 track day 必备的东西之一啦。bucket seat 啊，进出比较不方便一点点。好，启动我的车过后，我们可以看到 meter 的右手边啊多了3粒时钟。这3粒东西分别是什么作用呢？我们从左边看过去，右边啊，第一个是 oil pressure， 就是油压，来观察我的这个油压有没有降太低。如果降到太低的话，这样我就要回 pit 了啦。那我们来看第2粒表呢，就是油温表。刚刚我就讲哦，我们在跑Sepang Track Day 的时候是一个激烈操作的情况下，几乎每一档都是给我拉到6000转以上。要怎样子观测那个油温呢？就需要有一个表来让我们观察我们的油温情况。那第3粒表呢，就是 water temperature 水温表。原本我的 meter 里面都有水温表了吗？为什么要装水温表呢？因为啊，好事成双，无三不成理，3粒表比较对。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原装车的这个水温表它不够敏感啊，升温降温一点点的时候啊，这个 meter 几乎是不会动的，是不会工作的。所以呢，我就安装了一个 Works Engineering 的水温表，就可以观测到比较细微的变化。OK， 当然还有几位网友啊，他们非常想要看到我 review 这一台车安装的这个 Works Engineering 的 CPS controller， 上面的一些数字是 RPM 的数字来的。当我把油门踩下去 RPM 升高的时候，数字也会跟着跳动。那我们可以设定这一台车的 CPS 在什么转速的时候开启。我自己是设定在3800转的时候开启它的 CPS， 就是有一点点小 VTEC 的那一种感觉。OK， 至于我这辆车还有改了什么 Works 的东西，其实就是 intake 啦，那也没有什么好看。我们去看我身边那一辆 Proton X50 啊，改了什么好料啦 ，Let's go。OK， 来了的，现在就要来讲这一辆 Proton X50 啊，它是一辆 Works Engineering 的 Display Unit， 所以它一定改了很多好料下去啊。我们可以在外观方面非常明显看到这一套 Sport Rim 啊，它是 Works Engineering 自家品牌的 Sport Rim， 而且它还是一个 Forged Sport Rim， 然后再加上 CNC 加工出来的，整个 design 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硬朗，非常有战斗气息啊。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打风盖啊，是一个 Hexagon Nut 的design， 这一个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上车才来跟大家一一解答。打开引擎盖，我们可以看到 X50 的 engine bay 啊是非常的整齐哦，很多 cover 盖起来。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carbon fiber loop 的东西，是原装 X50 没有的哦。这个东西就是 Works Engineering 的 intake system， 是让它增加进气量哦，就是你的鼻孔啊没有阻塞的感觉啊，吸气比较顺畅啦。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旁边这边有一个小盒子哦，这一个东西呢叫做 ProTune 2， 这个东西啊就是大家所谓的下电版啊，加了这个东西过后呢就会增加马力。毕竟 X50 我最近也是每天在开啊，我对原装的 X50 的动力表现算是熟悉的，那改了过后的 X50 表现怎么样，我们等一下再来慢慢的体会一下。既然它是一辆比较偏向于 performance 的 X50 嘛， exhaust 这个东西是少不了的啦。
它还是保留跟原厂一样哦，双边释出的排气管设计。但是这个排气管呢，也是他们自家 Works Engineering 的这个排气系统。好，我们现在打开这辆 X50，看一下 Interior 是怎么样的啦。OK， 我们现在启动这台车哦，第一个就可以看到这个 meter 非常好看。这个 meter 呢，跟我的 Satriano 车上的那个 meter 是同一个系列哦。一辆改了很多 performance 的改件，那安全系数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一辆 Works Engineering 的 Display Car 呢，在车大镜上面这边啊，就装了70迈的 M500行车记录器。你不要看它小小一台这样子啊，好像一支口红这样，很容易拔进拔出啊。它的功能是非常的多。刚刚我们在外面看这辆车的 Sport Rim 的时候，是不是有看到一个东西绑在打风盖上面？没有错，那一个东西就是监测它的轮胎气压还有轮胎温度的 Tire Pressure Monitoring System。它是跟这台70迈的 M500 link 的哦，也就是讲你不需要再去安装多一套 TPMS 系统，一台超广角加上 1944P 超高清的行车记录器，搭上一套完整的 TPMS 系统，这样子整个用起来它的体验效果都是 very 的 good job。这一架 M500 行车记录器我真的是要重点来提一下，因为它不是普通的一般行车记录器啊，它是不需要插 SD 卡的，它是有内置的 eMMC memory 储存空间，你只需要把它接上电源哦，它就会开始录制，然后录制下来的画面要怎样拿出来呢？因为没有卡嘛，你只需要在你的手机下载70迈的手机软件，连接好这一台行车记录器，你就可以直接从你的手机软件上面把它的画面拿下来。你可以用手机打开它的软件，监测你的4颗轮胎的气压还有轮胎的温度啊，一切都是非常的简单。那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70迈的 M500 的话，也不要错过70迈呢，在9月9号也有做一个高 sale， 只需要 add on 1块钱就可以得到 extra 1 year warranty。所以大家还等什么？赶快到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边找到他们的购买链接，点击进去放进购物车，高 sales 的时候赶跟它买下去啦。OK， 现在我们就要来认真的试驾这一辆 Proton X50， 开上路体验一下。哇，这个安全带还有一个 Works Engineering 的这个套啊，接下来应该是买得到啊，大家可以敬请留意啊。好，首先我们先用普通的 mod 来开啊，可以 switch 它的 mod，normal mod、street mod、sport mod 还有 race mod 哦。然后在左手边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e-throttle controller 啊，这个我们就不去动它啦。废话少说，我们现在就 let's go 啦。OK， 我不知道收音收不收得到啊。这个 Works Engineering 的排气系统呢，装上去了过后，这辆 X50 的排气声浪啊变得比较动感，但是它不是那种很潮，不是那种很尖叫的声音，它是一个比较低沉、比较沉稳的引擎声哦。慢速行驶的情况呢，几乎是没有声音的啊。如果我们现在踩油门，没有想到 X50 可以有这样动感的声音啊。那刚刚是一个 normal mode 嘛，把它换成一个 sport mode 哦。OK， 感受一下它的油门反应。哦，感觉很容易超速啊！轻轻一踩，这辆车就要冲了。整台车开起来呢，它跟我之前驾的那辆原装 Stock Car X50呢相比起来，就是它的油门反应会比较快。再来就是这辆车可能它有改了它的 intake， 还有改了它的排气系统，所以我们在踩油的时候，听到那个引擎声跟排气声的时候啊，驾起来呢其实是蛮动感的。但是有一个东西我就要老实讲啊，因为它怎样都是一台 crossover 啊，都是一台 SUV， 所以当我们在开起来的时候，它就不像一些 sedan 车款、一些 hatchback 车款来的那么有安全感啦。除了 Sport Mode， 还有一个 Race Mode， 我们体验一下到底有多么的 Race Mode 呢？我们全油门。
X50这一台车啊，它的这个3缸涡轮增压引擎本来就已经很 powerful 了。还记得当年在发布的时候呢，我们就被 Proton 邀请去Sepang体验这一辆车跟 BMW X1 还有 HRV 的直线加速，几乎是每一轮都是 X50领先。所以 X50它的这个瞬间爆发的时候呢，它的动力表现本来就已经很好了。然后现在经过 Works Engineering 他们的这个 ProTune 2的这个电板，当我换去一个 Race Mode 的情况下呢，我可以更加明显的感觉到这一辆车有一个想要爆冲的那种感觉。当然很明显的那种贴背感是没有啦，但是我可以 confirm 这一辆车比起 Stock Car 的 X50 加起来呢，在动力方面有增加到，油门的反应也变得比较敏捷，然后也归功于这一辆车它的这个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换挡瞬间其实是很快的，所以我们就不会感觉到太多的动力流失，所以驾起来呢是很好玩的。哦，下雨了。哇，这个加速很快哦。哇 ，good。OK，X50 这一台车呢，真的你不需要爆改它，不需要花很多钱去动引擎那些东西，我觉得这样子改已经很快了。然后它的这个快呢，是快到我觉得我不敢在公路上面跑，所以有机会我真的是想要把这一辆车加进Sepang跑一跑啦。还是那句话啦，它怎样都是一辆 crossover， 所以大家不要在公路上面跑快车啦，尽量啦，好啊。有机会的话都跟我一起去Sepang玩 track day 啦，那样子比较安全，我们还可以互相交流。OK， 现在我就要把这辆车还回去了啦 ，Let's go。OK，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了我试驾这一辆 Proton X50啊，在公路上面试驾真的是没有办法完全发挥它的这个动力表现。我个人呢是非常期待有一天可以把这一辆车开进Sepang里面，体验在Sepang里面风驰电掣的感觉啊。那在9月12号的时候呢，我就会驾我的这一辆 Proton Satria Neo 进去跑Sepang，希望这一次可以跑出比之前更好的成绩啦。所以如果你们对 Works Engineering 的产品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到这个Permas Jaya 这一边他们的旗舰总店，我会把他们的地址放在影片下方，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过来这边啦。当然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哦，70迈的 M500呢，还有这个 TPMS 有一个高 sales， 只要再加1块钱呢，就可以获得增加多1年的 warranty，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我的影片下方置顶留言区还有 description 那边就可以找到它的购买链接，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查看到价钱了啦。今天的影片大概就先到这里，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度下去。非常感谢大家把今天的影片看到这里，也要非常感谢 CharlieCars.com 长期以来的合力播出。如果你们想要找一些旧车、一些新车、一些 recon 车，都可以到 CharlieCars 上面逛逛一下啦。今天就先这样子，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